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家庭种菜。今天呢，我要种几株之前育苗的番茄。这个番茄的品种是瀑布番茄，这一杯里面有3株。那今天呢，我要用3种土来做一次实验，看一下移栽小苗儿它更适应哪一种土。今天准备的3种土分别是：1. 纯营养土。2. 我们这里最常见的土质沙土。3. 椰糠。第一种纯营养土，我是在网上购买的。之前视频有分享过，营养土我经常用来加进沙土里增加肥力，因为营养土里面含有很多种微量元素，肥力更充足一些。但是我很少用纯营养土直接种植，主要原因是我觉得比较浪费，因为不是所有的蔬菜都是特别喜肥的，所以营养土和普通的原土混合使用就足够了。那今天我第一次想用纯营养土来试种一下，看看小苗儿是否能够长得更壮实一些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移苗了。移栽小苗儿要慢一点，从最旁边的小苗儿先分离出来。这一株小苗好像是最高的一株。接下来将小苗的根系完整埋进土里。记得要用手压实一下。上面可以再培一些土，以免小苗倒伏。最后浇一次定植水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第二株我用的是沙土。这些沙土之前有种过其他的蔬菜，种完之后经过翻晒，现在看起来还是疏松的，可以直接用来种植。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小苗移进来。浇定植水。第3种椰糠。椰糠是椰子外壳加工之后的粉末，它有很好的保水性和透气性，是一种非常适合植物根系生长的介质。选择用它的一个原因呢，是它比较干净，不容易把阳台弄脏，而且它很轻，想要移动植物也是特别容易的。但是纯椰糠是一种对植物没有任何营养的基质，所以我们在使用椰糠的时候需要搭配营养液或者是有机肥一起使用。我这边用的有机肥还是我平时最常用的有机粪肥，直接将粪肥加进椰糠里面搅拌就可以了。有机肥是蔬菜最喜欢的肥料。加好椰糠后，我们先加水，因为这些椰糠全部都是干的。加水湿润一下，小苗才能站得住。移栽好后，咱们再稍微给点水，这样3株小苗用不同的3种土就定植好了。
过几天就能看到差别了。5天之后，差别不是很大，3株现在都很正常，没有哪一株长得特别好，或者是特别不好的。第10天，好像中间那一盆没有什么变化，左右2盆都长出了3片分支。这一盆是沙土种的，这一盆是纯营养土种的，而这一盆是椰糠种的。纯营养土种的反而没有长大，和刚移栽的时候一样的大小，叶子变黄了。我们过几天再来看看。26天后，用纯营养土种的那盆番茄依然没有长大，左右2盆的番茄植株都长大了很多。第37天，沙土和椰糠种植的番茄植株接近1米了，还开出了不少花。但是用纯营养土种的番茄，它好像已经放弃生长了，没有死掉，也没有长大，叶子是黄的。但是种在纯营养土里面没有理由会营养不良的，所以我猜测可能是营养过剩了。既然长不大，那我们把它挖出来看一眼，一探究竟。它的根没有往深处长，虽然比刚移栽时多长出了一点点根系，但是并没有多多少，而且根大部分是黑色的，没有新长出白色的根。从根系可以看出来，这一株番茄没有活力，根系没怎么长，最大的可能应该就是营养过剩，这样跟土是有直接关系的。就像小孩子不能吃太多人参、高丽参的补品一样，吃太多了就会长不高。营养土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很疏松，肥力绝对是很丰富的，只是植物小苗期间，可能它不太适应这么肥的土壤。从它的植株我们可以看到，叶子黄黄的，这就是根系出了问题。土壤的肥力太浓，导致了根有点被烧了。如果营养土里面加的是缓释肥的话，那样小苗其实是能接受的。比如我用的有机肥，它就是属于缓释肥的。而营养土里面的肥力往往是速效的，小苗的根系还特别的细，用速效肥是最容易造成烧根的。在之前我也极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，购买的纯营养土我加入沙土去种植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营养土烧根之前也有听菜友说过，所以我这一次就亲自做了这个实验。实验证明，用沙土和椰糠种植的小苗比用纯营养土种植的小苗效果会更好。购买的纯营养土，我建议和沙土、原土等土壤混合使用，才不容易出现烧苗的情况。或者是用来后期追土也是不错的，但是不要直接作为小苗或新苗的土壤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本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